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有一个方法，毫不夸张的讲，可以让你从年赚10万变成30万，甚至是300万，而且你请员工完全不需要发薪水，他们不但拼命的帮你赚钱，你的产品卖不出去，还可以让这些员工来赔钱。这方法如今被人标签为邪门歪道，但每个生意人想要做到，都必须要走这模式，就叫做加盟。很多人说加盟是一个骗局，都是割韭菜的，不能赚钱的。我们说什么叫做骗呢？就是你付钱以后他跑了，没有给你售后服务，那这就是骗。但我们玩的加盟模式呢，是属于一种股权分配的机制，是一种激励员工的共享经济。今天你没有车 ，OK， 你可以去叫 Uber 去共享别人的车，对吧？今天你的手机没有电，你可以借行动充电宝。今天你去国外旅行，你需要休息，但你不能说在那边买一套房子，你只能到酒店借一个房间来借书，这个就叫做共享房间。那么我们做生意能不能把自己的品牌、自己的门店做成是共享模式呢？把门店变成不再是老板的，而是所有人的。以前你一家店只能做搬家店的生意，员工呢永远都是等着客户上门的。以前你倾尽全家之力把所有的储蓄拿出来，你也只能开一家门店。但是现在你可以做成10家，甚至是100家。在我们老板还比较轻松的同时呢，跟我们混的人也可以买得起房，买得起保时捷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说的这些只需要在1年甚至是半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了。那怎么做到呢？放心，加盟的整个商业模式呢，并不是很复杂。如果你真心想要学做生意或者是赚钱的话，你必须要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，因为你可以按照我的方法一步步的进行模式的升级。就算你从未做过生意，你只需要照着做就 OK 了。那么以下这些内容呢，我以前在外面学要几万美金，而且还需要自己的消化理解，结合自己的生意理论才可以领悟出来了。但是现在我决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我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不想要再错过这方面的资讯，你可以跟其他接近50万的兄弟姐妹一样，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首先今天如果我要投资和接管一家化妆品品牌，这品牌呢是属于2级的品牌，它的知名度赶不过一些韩国知名的品牌。那么如果把它开在1级品牌的旁边，就是说要正面干的话呢，那它不但要租一家跟1级品牌一样面积的门店，而且装修级别也是要一样的。那这些租金什么的成本就非常高啊，而且产品卖的还不能比旁边的品牌贵啊。所以呢，它原来只能开在一个距离化妆品市场比较远的地方，租金比较便宜一点，地方还大一点。那么当时他们采用的是最早的模式，也就是雇佣的模式，商业模式的 1.0 版本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们聘请员工是底薪加佣金的制度，比如说1000美金的底薪加上5%的佣金。我们说传统干销售的是不是都是这么干的？员工卖的越多，他们每个月拿的就越多。于是呢，这家店只招了4个员工，每个月发底薪的成本最少也要4000美金，是需要老板掏钱出来的，对吧？所以他也不敢再聘请员工了，因为再招的话成本就上去了。那么我们算一笔账，如果一个员工或者是店长，他一个月做2万美金的业绩，那么他就可以拿2万的5%，就是1000。加上他1000的底薪，所以他的月收入就是2000美金，这能听懂吧？全世界90%的门店都是这么操作的，所以问题就来了，这种操作模式呢，员工的福利都是由谁来承担啊？是不是老板在承担呢？而且员工他们认为自己是给谁干的？员工依然还是认为自己是在给老板干的。你给我发底薪，你给我发提成，我就是在给你干啊。于是呢，整个门店的效率是非常低的。你老板出去外地旅行了，那他的业绩呢就差很多。老板每天上班呢才可以稳定一点。大家都知道，因为员工认为自己是一个打工人，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创业者，不认为自己是个老板。可想而知呢，这家店能够混起来呢，就叫做运气；混不起来呢，就是常理。所以这必须要进行2.0的升级，叫做保险模式，零底薪高提成的模式，把原来1000美金的底薪都取消掉了。但是把原来5%的提成变成15%的提成，你有业绩就有收入，没有业绩就怎么样？没有收入了。那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是员工的话，你愿不愿意？
如果你的业绩好的话，你当然愿意啊，因为以前你只能拿$1000的底薪，$1000的提成，但现在同样你有2万的业绩，你能够拿15%的话，你就会有$3000的收入，也就是比以前多$1000。那如果业绩不好的员工呢，他们连$1000的底薪都没有了，所以他们当然不愿意啊。那么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，我们老板呢是一定愿意的，因为这种模式呢已经帮我们筛走了一些废物，混日子的员工都要走了。而且业绩好的员工呢，他们的收入比以前差不多多了一半的情况下，热情呢就会瞬间被点燃起来，业绩呢自然就会变得更好。最重要的是，因为是零底薪，所以我们可以通过 HR 去到处招聘，全年365天都在招人，我们可以招聘无数多的销售员，因为只要你来了没有业绩，我们是不需要发薪水给你的。所以这家店呢，以前只敢请4个人，再多就没有利润了，现在一瞬间就可以多招了6个人，变成10个人了，然后还在不断淘汰一些没有能力的人，那这对业绩好的员工就更加公平了，同时我们整个团队就启动了，这就是 2.0 的商业模式。但这还不够，我们必须要把商业模式升级到 3.0 的版本，利润才可以更加的可观，就是分红的合伙制。能不能再让员工再拿多一点的钱呢？再拼命一点呢？再认为自己是这家店的老板呢？是可以的。我们把这家店分包出去，把门店变成了合伙制。这一次员工不但没有底薪，而且还需要向公司交$5000的入伙金。听好了，是员工给你付$5000的入伙金，就相当于你租一辆车来做 Uber 的生意。那现在你要入我的门店，你就要先给公司交$5000的入伙金。那交完以后有什么好处呢？原来你是拿15%的提成，对吧？现在我直接给到你的是批发价，比原来的15%还要高啊！什么意思呢？算笔账，同样你还是做到了$2万的业绩，现在批发价结算是1万，那么2万减掉1万，你能够拿多少呢？你能够拿$1万，对吧？请问员工划不划算？当然划算了。原来做一笔呢只能有2000，后来变3000，现在就变了1万了，对不对？那对于老板来讲划不划算呢？如果单从提成来讲的话，我们的利润是在下降的，但是你别忘了，现在整个门店变成谁的呢？是不是变成大家的了？每个人想要跟我合伙的要交多少钱呢？交$5000，10个人交5000，我是不是瞬间收回来$5万啊？而且我拿货成本是$5000，给到我的员工批发价是$1万，我是不是在这边也赚了$5000？如果他的业绩从每个月赚2万，因为这个共享门店的模式呢，提升到4万，他每个月就要跟我拿$2万的货，而我的成本也只是1万，那么是不是会多赚这$1万啊？当我瞬间把钱收回来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有更多的钱、更多的预算去做广告、去做宣传，招聘更多有业绩的员工，让他们去加入我这个共享门店的模式呢？这些合伙的员工，他们赚钱不但比以前多了，而且他付了我$5000的入伙金，那么他就会有投资成本，所以他就会感觉自己是在给谁干啊？是不是就会变成给自己干的呢？我是交了钱来干的，我不干就亏钱了，我要回本，那他们就会有自我的激励，自己驱动自己。那我们老板根本就是不需要监督他们的，他们还要给我们交钱。所以其实你做生意做到这个级别，你就已经可以解放双手，财富自由了。就是我们做生意思考的永远是如何赚取被动收入。那你可能会问，如果我不知道做什么，如何开始，也没有创业经验、人脉、启动资金，那就算我懂得这模式，我也不知道如何实际操作。我告诉你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创业机会，只是你没有慧眼，只是你没有看见而已。而这个时代凡事皆可创业，你化妆能够赚钱，你去打游戏、打球、玩魔术都能够赚钱，你唱歌跳舞能赚钱，一些小孩玩玩具也能够赚钱，甚至一些人聚集在一起玩游戏聊天都能够赚钱，完全不需要你有任何的启动资金，你完全可以在任何的时间、任何的地点赚到钱，因为这就是互联网送给我们的礼物。但是如果你去开一个餐厅等等任何的实体行业，你没有互联网的支持，一个疫情就把你弄成负资产了。各位，粉丝将会是未来最赚钱的资产，没有之一。我们玩的是 YouTube 上有25亿人，如果每个人给你$1买买你的产品或者是服务，你就会有25亿的生意。
现在人都在互联网上生活，在互联网下生存了，也就是说，在互联网上，你根本不需要担心没有生意，因为到处都是人，而且他们更愿意为生活付出更多的钱。而为什么我和我的弟子可以年赚7位数美金？因为我们在网上有一个24小时自动赚钱的生意，我们是前期勤奋的去打拼，后期越懒惰越赚钱的。如果说你现在要跟我结个缘，有一套系统可以让你去跟着学习网络赚钱的话，来，今天我有一个2023年最新的轻资产培训营，价值是300美金。但是如果你跟我结了缘，只要你免费的订阅我，为这部影片点赞，这培训营不需要300、200、100美金，甚至1美金都不用，我完全免费送给你，把我的商业机密都交给你，真的名额不多了，各位，赶快免费的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吧。那么当这商业模式发展到 3.0 的时候，我们甚至还会鼓励这些员工自己去开门店。他跟我们取了货以后呢，其实业绩好一点的，已经赚到钱的员工，他们就可以自己去掏钱，到其他的地方开一家成本比较低的小店，面积呢不需要很大，就做那个地区的引流，所以投资非常的少。当他们引来客户，就可以先到这些小门店看样本，有需要的就到我们那一家大的专门店来看，也都可以的。所以我们的化妆店品牌呢，就可以在我们不需要花钱的情况下，让员工替我们建立更多门店分支。听到这里呢，我想问这家门店是属于谁的？这品牌的拥有权呢，其实还是属于我们老板的，对吧？我们只是把经营权分了出去，共享了出去，那我们老板自己就可以不做业务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基础上面做一个 4.0 的版本。本来就是要交5000美金的入伙金，对吧？当大家都赚到钱以后，我们再升级一下，来个2级合伙人，交1万块钱美金。这样的话，我给你的批发价就会比原来再低一点，你来货的成本呢就会更低一点，利润的空间就会更大。比如刚才说，以前你跟我拿货的成本是1万，我自己货品的成本呢是5000，现在你成为了2级合伙人，我给你的成本就是6000，让你多赚4000一个月。那为什么我们老板愿意多让点利润给员工呢？因为我们规定，这些2级合伙人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店的店长，他的利润提升了，他就要拿多出来的利润用来发展自己的员工，让员工去培养更多的员工，让他们富起来以后成为我们店的合伙人。这种就是以前我们玩批发的模式。比如说你去买一盒面膜要多少钱啊？零售价是30美金，你可能会觉得挺贵的 ，OK， 可以优惠一点。如果你买5盒的话，我卖你28美金。那么很多人都觉得面膜是长期使用的，反正以后都会再买的，不如多买一点，省一点钱嘛。所以一下子呢就拿了5盒，然后你用完了以后觉得效果还不错，你再来找到我，问我能不能再便宜一点。我说你买20盒的话，我给你批发价23美金。OK， 你一次性就跟我买了20盒。OK， 后来你又跟我说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啊？我说如果你能够买到100盒的话，那价格就是20美金。如果你买到1000盒的话，价格就是15美金。于是呢，很多人最后一下子就买了1000盒。为什么？这不可能啊，我用也用不到这么多啊。对的，以前他们是自己用，现在他们就发展团队了。他15美金买回来，卖给团队的人20美金，然后他团队的人卖市场价30美金，这个就叫做批发模式。他们用这种模式，你只需要交1万美金，就可以成为我们的2级合伙人，你就可以享受更低的批发价。我把这些利润空间让出来了，就是让你去带团队的，让你去发展你员工和团队。那我们老板赚的是什么钱啊？团队的钱啊，因为我的销售员多了，有20个，未来是30个、100个，那我们老板就是赚整体流水的差价。其实跟保险模式差不多了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。到目前为止呢，这个操作的难度高不高？其实不高的，我们只是改变了传统分钱的机制，赚钱模式，我们把利润空间让出去，我们不赚产品的钱，而是赚加盟的钱、团队流水的钱，能够听懂吗？那么当我们生意不错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到卖1等化妆品品牌的市场进军了。那么那边同样的面积呢，租金成本要高3-4倍，可能要30万美金1年来运营，那怎么办呢？原来开门店的钱是我们老板自己投的，现在我下面的员工都变成我的合伙人了，我们就可以问他们要不要一起来啊，搞个众筹，从经营权的层面合伙呢，提升到拥有权层面的合伙。
把这个20万美金分拆成股份，告诉这些合伙人，如果你们看好我们可以跟一等品牌竞争，你就可以进行投资。我老板自己占股30%，我拥有绝对的话语权，其余的70%的股份都是通过大家众筹来获得的，所以大家就建立了一个资金池，用这个资金池的里面的钱呢去投资新的门店。到了新店以后呢，这些人依然还是采用零底薪，靠批发价跟零售价之间的差额来进行获利，然后剩下的利润呢就是店里面的利润，大家再根据现在投资的比例进行分红。所以现在下面的合伙人呢是分几次钱的啦，销售分一次红，利润再分一次红，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吗？那么对于我们老板来说划算吗？也很划算啊，因为我相当于不怎么花钱就把这家新的门店开出来了。按照这个模式呢，我就可以一年再开3-4家新店。对于我来说，钱不再是问题了，因为都是通过众筹的形式来的，大家通过资金池把钱的问题解决了。这就是 5.0 的商业模式，不但解决了人的问题，还解决了钱的问题。当你们的门店共享完了之后，你的员工能够入伙的话，那么他们都会变成你的股东团队，而别人的店所有的员工走的还是底薪加提成的雇佣制。那么我问大家，股东团队跟员工团队拉出来 PK 的话，谁能赢呢？而整个过程呢，并不是说让你提升产品的素质什么的，要很多的研发成本啊、运营成本啊，不是的，而是说单纯改变分钱的制度。我们看古代刘邦、朱元璋为什么可以白手起家称王称帝呢？因为他们愿意把土地、城池分给下面的人，他们下面的人都封王了，他们都是自己干的，他们是自我激励和驱动的，你这个老板就会变得很轻松。而到头来呢，这些土地虽然分出去了，但其实还是属于君王的，整个江山都属于君王的，这个就是帝皇术，也就是我们当老板要学习的富人思维。但这种模式呢，虽然说我们老板的双手解放了，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很容易受到背叛。因为你的员工有了客户以后，他可以自己去干，也可以替别人去干，拿走我们的员工，所以金钱上我们约束不了他们。我们老板要研究的就变成了企业文化管理制度，用思想去留住这些人，用制度去约束他们。我们要学习文化制度，每个礼拜、每个月该开晨会的还是要开晨会，该开约会的还是要开约会。我们把公司变成一个平台，大家都在我这里面赚钱，帮助员工在你的公司创业，让他们自负盈亏。但是这套模式被很多聪明人学过来以后，运用在邪门歪道，导致了很多人质疑，满大街都是加盟店，真的能够赚钱吗？很多人把加盟模式变成了一种招商模式，就是拉投资，然后赚投资人的钱。比如说圈了你的钱以后跑路，这些我就不说了。我们说最新的一种手段叫做免费加盟，你不需要加盟费就可以代理他们的产品，然后他会给你一套方程式，你只需要跟着这套方程式走，你就能够赚钱了。事实上呢，他的方程式呢，也许真的能够替你赚钱，而且你还真的不需要付1块钱在加盟费上面。但是他们会卡住你的进货渠道，就是说你加盟了他们的品牌，你就要跟他们签约，你的原材料一定要跟他们拿货，不能够自己去买原材料。比如说你加盟了一个奶茶店，你一杯奶茶明明成本是很低的，可能是1块美金，但是你被规定了，你一定要跟加盟商取货，这时候他们就会把奶茶的原材料成本卖给你2块美金，而你的奶茶规定呢，最后也只能卖出去3块美金，也就是说你的利润也只有1块。对啊，他的生意方程式很有效，你可以每个月卖出去几万杯，他也没有骗你，每个月真的有几万美金的收入。但是这几万美金里面有2/3是原材料的成本，还没有算你员工的成本、租金、杂费等等的成本，甚至说一些大型的加盟商，他们还会指定你只能租某些地区的商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加盟商他们可能买下或者是租下这些商铺，然后再以高价租给你。比如说我租了一家店铺是5000美金一个月的，那么今天你免费加盟我的奶茶品牌 ，OK， 你就一定要跟我签约，一定要租下我的这一块地，而租金呢是1万美金，对吧？他没有骗你，他的奶茶真的能够赚钱，也很好喝，只是说你算漏了每个月成本的支出，他就在你的进货渠道卡死你，你生意做得越多，你的成本就越大，加盟商赚的钱就越多，最后你这个创业其实跟打工的薪水没有什么区别的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创业，我们要做的一定是一个真正零成本的项目。为什么自媒体创业是一个真正让你努力越少回报越多的事业呢？
你可以在 YouTube 这个平台上上传你的影片，这些影片就会成为你的资产，你只需要制作一次，它就可以为你带来源源不绝的被动收入。你理解的可能是点击率越高，就会为你带来广告费。没错，这比你去开一家普通的餐厅还要好，因为至少你不需要囤货、铺租、员工等等成本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这不是一门生意。真正的生意呢，是建立一个像 LV、Nike、Tesla 一样的品牌，而 YouTube 就是一个让我们不需要花钱去建立品牌的地方。我的创业商学院会直接告诉你一个可以复制的系统，就算你没有接触过营销、自媒体、创业等等，就算你完完全全是一个新手，你都可以跟我其他的弟子一样，去建立一个让客户追着你跑的自动化赚钱品牌。我会把我创业所有的心法，还有一些方法，包括怎么引流、SEO， 把流量变成钱等等，完全的在商学院里面告诉你。我不会跑掉的，我会在里面永久的带着你去创业。而且在提升你创业素质方面，有现在加入的话，我还会私人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，永久无会籍，你可以不需要再看书了，你直接去听我们团队为你拆解100本书的精华思维，去听我不定期更新关于地黄术和销售的财富自由课程。大家除了可以跟我连接，其实我们商学院还有一个几千人的同学精英群组。今天你没有办法住进豪宅，你身边没有富人 ，OK， 我把所有已经是富人或者是潜在的富人都聚集在一起。你能不能跟他们合作做生意，能不能拿到他们的资源人脉，就凭你自己的造化了。这个我认为是无价的，你很难在外面认识到这些高值的人脉，这些其实呢是可以演变成你的钱脉的。那么好消息是，现在加入还会有前期非常大的优惠，而坏消息是，这优惠快要被我们团队取消了，因为我们只会随着内容的更新而不断的涨价。所以有兴趣成为我弟子了，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2条链接加入啊！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